鸣蝉鼓噪，清风徐徐。江城站在湘菜馆门口，远远望着两人行到桥上，一白一黑的两道身影，竟有一种异样的和谐。魏无羡身子歪歪斜斜的，快靠到蓝忘机身上去了，还是一样的不肯好好走路。桥上左右无人，修仙之人目力极佳。忽然，江城看见魏无羡蹦跃一步，在蓝忘机侧沿快速亲了一下。江城只觉得眼睛被狠狠辣到，决定收回方才的话。他俩根本没有很好，真是恶心透了。蓝丝锥气沉丹田，气息绵长，缓缓吐气，吹出一个巨大的肥皂泡。那美丽的泡泡精妙剔透，在阳光下透射出奇幻红彩，发出莹莹珠光。魏无羡朗声吆喝，仿若街头卖艺：孩儿们都看过来了，这一世让韩光俊给你们亲自示范。蓝忘机手掣长剑，立于场中，闭目凝神，玉容沉静，仿若入定一般。云纹白衣无风自扬，袍袖翩跹，周身笼罩在强大的气场之中。剑势未发，剑意掀起，场外诸人均被震慑住，俱是屏息凝视，不敢移开目光。气泡缓慢上升，快要飞过蓝忘机头顶。微风吹拂，泡泡轻轻颤动，将破不破，岌岌可危。突然，蓝忘机动了，身形快如闪电，长臂斩华，银白剑身上蓝光盈盈流动，光华炫目。雷霆万钧一斩，剑尖将气泡从中间剖开。这一剑之威，力拔山河，剑扫平川。但看那只无比脆弱的泡泡，却是安然无恙的一分为二，整整齐齐的变为两只大小一模一样的气泡。红光流转，继续往空中飘去，飘出2丈高，清风一拂，终于碎裂开来，消失不见。好！即使循规蹈矩如姑苏蓝氏的少年，也不免为这光芒万丈的惊世一剑欢呼起来。魏无羡亦鼓掌喝彩，欢快道：韩光俊太厉害了！一群人里属他声音最响。蓝忘机转头去看他，只见那人满含笑意的桃花眼里，有着不作为的热烈和直白。蓝忘机耳尖微微泛粉，说道：你来试。好，我来练练。这一招便是姑苏蓝氏剑法之中名动天下的破海玉浪。剑势雷霆之怒，剑意绵延不绝；剑势破海斩涛，剑意遇水架浪。剑可斩万物，亦可护万物。以往学子们练这一剑，往往去附近湖上临水劈波，练就破海之势。而魏无羡独取玉浪之意，让大家先以脆弱的肥皂泡演练，以斩而不破为目标，便寻流水之意，听取万物之声，得其剑意，自然得其剑势。随便出鞘，红光一闪，魏无羡已经握剑在手，随手一划，看似漫不经心，身前一块坚固的是剑桩被拦腰斩断，切口平滑如镜。剑可斩万物。蓝忘机眼中透出激赏之意，手上翻转一根凌厉琴弦，急取场边一棵高大的杜英树，琴弦卷回6片嫩叶，向魏无羡击射而去。魏无羡沉腕勾手，直刺而出，剑随意动，眨眼之间已将6片树叶牢牢吸附于随便剑尖，齐齐整整排作一列。剑可护万物。魏无羡笑道：韩光俊，你考我。蓝忘机嘴角微翘：你剑意已有小成。得韩光君夸赞，魏某人喜不自胜。只是方才这一剑，剑势不够凝结，我发带都被剑气震松了，远远不及韩光俊。说完，魏无羡已经走到蓝忘机身旁，十分自然地背过身去。蓝忘机帮他取下发带，重新高束发丝，绑扎马尾。魏无羡一边任蓝忘机帮他束发，一边向场边挥手：小齐，换你们几个来吹泡泡。年轻一些的孩子们便开始吹肥皂泡，有时能吹出巨大的泡泡，在空中飞舞许久；有时只能吹出小气泡，有时泡泡刚出便被风吹破。魏无羡乐不可支：无妨无妨，多试几次，先做到气息不断，气如吹角，再听风变声，气随风逝。练剑不急于一时，先把基础打扎实。无法稳定吹出大肥皂泡的孩子们便聚到一处，乖巧地排成一排，专心致志地默背心法，呼吸吐纳，练习吹泡泡。
魏无羡心想，真可爱，又拿话去调侃蓝忘机。二哥哥，我的头发好玩吗？扎个马尾扎这么久。蓝忘机被戳穿小心思，干脆帮他斜绑了一个马尾，让他转过身，假意端详一番，才道：绑歪了，我替你重新绑过。魏无羡也感觉马尾偏向一侧，歪歪头问道：绑歪了会不会更可爱？看着顽皮一些。蓝忘机也觉得这样歪扎马尾更显俏皮风趣、灵动可爱，但是不想让其他人看到，于是道：你转过身去。魏无羡挠挠他手心，依言转身。蓝忘机手指穿过如瀑青丝，一边轻轻按揉他的头皮，一边重新束发。魏无羡舒服地半眯起眼睛，两人这种程度的腻歪，众人早就习以为常。此时也没人去看他们，都在全神贯注地吹泡泡、砍泡泡，场上剑光乱舞，灵力纵飞。魏婴，要再试试吗？好。兰陵金市附近海域突然出现了吞舟之怪，大小渔舟商船无不遭殃，死伤者众。侥幸死里逃生的人说，海中怪物有数十深紫色触手，触手上有无数吸盘，掀船搅浪，不在话下。魏无羡泡在藏书阁里查点寻籍，最终推定这怪物应是极寒之地才会有的紫玉乌贼王。今年气候有异，寒流南下，便顺着洋流游到了兰陵以北的海域。斩妖除魔本就是修仙之人分内之事，何况他身上有魏无羡想要的东西。此时学着破浪分水的绝妙剑招，便是要出海擒这妖兽。蓝忘机从背后环住魏无羡，握住他的手腕，两人有商有量，微调了一下出招变招的姿势。然后蓝忘机亲自吹了一个大如玉盘的肥皂泡，流光溢彩，鼓胀着飞向魏无羡。魏无羡灵力附于剑上，心念合一，臂随一指，一剑斩去。肥皂泡分裂为一大一小两个小泡泡，向上继续飞舞一瞬，破裂开来。蓝景怡情不自禁地惊叹道：魏前辈，你也太强悍了吧！你这语气是不是夸张了些？我方才这剑比寒光俊可差远了。蓝景怡快人快语：可您是今天才刚学的这招啊？而且什么？蓝景怡诚实道：而且您灵力明明比我还低。臭小子，你也就这2年灵力会比我高一点点了，岂容你再得意一阵？蓝景怡赶紧拍马屁：所以才说您的强大非比寻常啊！单凭剑术，您已能胜过许多灵力高强之士。破海玉浪是姑苏蓝氏剑法中最难习得的招数之一，您居然一学就会。我们练了快2个月，还没入门呢。蓝忘机道：魏婴天资过人，不必同他相较。魏无羡笑道：寒光俊，你这话听着俚语怎么说的来着？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蓝景怡品出魏无羡话里隐含之意是，他是寒光君的瓜，只觉魏前辈无疑是秀恩爱的技巧又上升了一个新境界。魏无羡回身撒娇：寒光俊，再教教我。好，你素来不喜埋头苦练，不如以实战拆招解招。魏无羡笑道：正合我意。蓝忘机手握臂沉，正待与他喂招，忽听得蓝启仁的声音：无羡，我来陪你试2招。蓝启仁是蓝曦臣与蓝忘机的剑术启蒙老师，讲经解注之外，研习剑招也是他平素最爱。